不过偶然间发现他用一个风韵犹存的女性账号在跟别人网聊，好家伙，什么特殊的癖好啊你啊？风韵犹存他。你好，非常感谢你使用侦探系统，正是有很多像你一样的使用者，侦探系统这个项目才能延续下来。为了向你们表达谢意，我特意在系统中制作了一面致谢墙，并将部分用户的名字加入了进去。不过有人告诉我，有其他势力也在尝试获取你们的信息，所以我并没有将致谢墙直接展示出来。我跟那个人聊过后，我觉得他是值得信任的，于是将查看致谢墙的方法告诉了他。他是一位保险销售员，如果你有他的联系方式的话，可以问问他如何查看致谢墙。保险销售员，我们得找到那个人。不过这信息有问题，有滴滴滴可能是什么摩斯密码，我们再听一下。非常。嗨，大家好，这里是福尔摩西。今天我们要来玩《侦探2》，是一款探案推理解谜类型的游戏。和我之前玩的大部分推理游戏不同的是，它不是像那种游戏一样，你需要点啊干嘛的就能通关啊。在这款游戏里面，我们要分析案情，通过案情里面的一些线索，包括走访的一些笔录当中呢，去寻找线索，然后慢慢抽丝剥茧的深入这个案件当中，最终找到凶手。那游戏还是很好玩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不会很好看，因为里面呢有大量的文字信息哦。如果我逐一的去分析的话，到后面会变得很绕，可能会有点催眠哦。但是自己玩起来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这里呢，看看能不能用更加简洁的语言精简一下这个视频吧，不然流程呢可能会很长哦。好，那我们话不多说，进入侦探系统吧。那游戏呢不仅有很多小案件，还有一个大的案件贯穿始终的哦。不过我们这一期呢，先来侦破第一个案件先哦。大案件的一些线索贯穿在里面的，我们能跳过尽量跳过一下。假华生呢是 1.0 版本当中的右上角这个叫李元芳哦。我们要首先创建一个我们的账号，就叫福尔摩西。取了这个 ID 之后，我们的智商瞬间提升了99。好，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案件当中哦。我们只要输入这个编号呢，就可以进入到那个档案里面了。好。开始了。好，最开始呢，我们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案件的描述。我们可以拖到右边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些详情信息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案情描述啊。2022年6月6日早上8点30分，警方接到报警电话，报警人称在阳台上看到对面的住户呢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然后警方到达现场的时候呢，这个人已经死了。走访得知，死者名叫傅一鸣。然后案发现场呢也是门窗紧闭啊。物品摆放也是整齐哦，说明没有发生过打斗，而且有可能呢是自杀或者是密室杀人哦。死因呢是因为中毒导致的，死亡时间呢是6月5号晚上23点左右。死者体内检测出了过量的亚硝酸盐，死因呢也是因为这个中毒啊。然后死者胃里面呢还有未消化的糜状物，成分呢是木薯粉哦，这里不是未消化，是已经消化过后的。然后根据食物的消化情况来看呢，死者是死于进食后的3小时。那这款游戏的玩法呢，就是我们要通过这里面的一些描述啊，去寻找一些突破口啊。因为他前期什么都没有给你啊。那从案情的描述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得知死者呢叫傅一鸣哦。我们可以直接滑动，然后呢他就会来这里哦。不过要开启滑池复制才行。我们就可以搜索一下，真的有这个人哦。并且呢，从中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信息，就是亚硝酸盐。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啊。那还有这个木薯粉，木薯粉应该不行吧？没有，木薯粉制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挺多的哦，我这边就不剧透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亚硝酸盐吧，这个也是盐啦，但是你可以少量的使用哦，就是工业跟建筑业当中使用的比较多，也可以在肉制品当中呢作为发射剂限量使用。不过呢，如果你使用少量的话，就会中毒，1克有可能就会导致死亡，潜伏期很短，1到3个小时。这是亚硝酸盐的描述。另外，傅一鸣呢，我们这里也可以看一下啊。那傅一鸣呢是黑袍科技公司的项目经理，不过据小道消息称，他入职跟升职呢都是通过走后门的关系来实现的。这边呢可以看到人物的一些基本信息，并且呢右边呢可以看到，因为死者死了嘛，所以搜查了一下他家里哦，并没有发现什么含有亚硝酸盐的物质哦。而且客厅当中呢还找到了几瓶乳酸菌片跟没有吃完的麻薯球，麻薯球呢就是木薯粉做的哦。而且呢在卧室里面找到了一张牙齿修复的收据，还在电脑里面发现了很多加密的聊天记录，这里就有很多关键的东西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乳酸菌片，这个呢就是帮助消化用的啦。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傅一鸣的消化呢实际上不是很好。还有未吃完的这个麻薯球，看一下麻薯球的成分，这几个麻薯球就是傅一鸣生前3个小时吃下的最后食物啊，而且呢也是木薯粉做的，但是呢他这边并没有检测出任何有毒物质，说明有可能傅一鸣中毒的原因呢不是因为吃的麻薯球啊，也有可能他吃的那一个有毒，这剩下来的没毒。还有呢找到了牙齿修复的收据啊。
收据比较简单，上面只写了6月5号上午10点钟，傅一鸣在微白口腔做了牙齿修复，费用呢收了500元。诶，这个李元芳还是有点用的哦，我也修复过牙齿，材料费很贵的，怎么才收500元呢？这里面就事有蹊跷了，所以我们可能就要去询问一下这个微白口腔诊所，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呢，这边我们过会再看啊。我们先来傅一鸣这里还有一个关键信息，聊天记录，加密的聊天记录里面到底有什么呢？虽然说已经破解了，但是呢，我们需要输入聊天对象的网名才可以哦，不然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好，那案情进行到这里之后呢，我们的突破口就在这个微白口腔这里了，看看为什么这么便宜哦。而且呢，这个口腔呢是可以叫什么调取监控的哦，这些呢可以先丢到一边啊。口腔的老板叫做贵人兵，这个诊所里面呢只有他一个人啊，生意一直不温不火。来询问一下这个贵人兵，你为什么给他那么便宜呢？贵人兵以前在大型医院里面做牙科医生了，但是因为受到同事的排挤哦，所以就借钱开了这家诊所。你跟傅一鸣是什么关系啊？来过几次哦？谈不上熟悉，不过听隔壁的店主说他是个十足的喷子，并且报复心理非常强，曾经因为走失了一只宠物就把别人的店铺搞倒闭了，风评不是很好啊，还说他走后门哦，是吧？说明这里的受害人呢，并不是像那些电视剧里面的那种完美受害人哦。那你为什么收他那么便宜呢？老顾客嘛，回归老顾客，怎么可能啊？肯定没有说实话，臭小子啊！乳酸菌片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了，这是他第一次来诊所的事，我推荐给他的。乳酸菌片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没什么问题哦，不然也是会检测的。那这里呢，他好像似乎也没有说什么，就我们可能要调取监控看一下啊。那一天呢是22年6月5号是吧？臭小子不说实话就看监控好吧？监控显示就是修复牙齿的过程当中，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牙医呢走进了一个房间哦，5分钟后才出来，手里好像拿着某个东西塞入了傅一鸣的口中哦。哦，你小子是不是你下的毒啊？他有可能会把那个毒藏在他的牙齿里面，也不一定哦。怎么说？你塞了什么？当然是用于治疗了，我不清楚你指的是什么。不过做完牙齿之后呢，他有一个同事来找他吃饭了，我记得好像叫迟帅。那当然这边呢，我们虽然说怀疑啊，但也不能就是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按照假想嫌疑人的那种去调查，不然会被误导的。必须要找到证据之后再说。我就非常适合当侦探，你们知道吗？虽然他的举动各方面有点奇怪，但是我们目前也没什么证据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个同事迟帅吧，询问一下他。迟帅你好，哦，跳出好多东西来啊！他是傅一鸣的下属了。那另外每个人呢，这边是有动机的哦。如果你要搜查他家里啊或者干嘛的，他必须要有动机，我们才能去搜查他。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动机，是吧？那依旧是照例询问啊，你跟傅一鸣的关系怎么样呢？傅一鸣挺好事的，傅一鸣风评真的很差，公司里不少女同事都反感他。他最后一次见他呢，也是6月5号那天，他们在公司里面加班哦。由于中午没有吃饭，我就把我做的麻薯球分给大家了。傅一鸣上午做的牙齿修复不能吃东西，所以就打包回家吃了。但是麻薯球里面并没有检测出有毒物质啊，可以先放过他。这边可以看到麻薯球呢，就是你给的是吧？果然是他给的哦。傅一鸣打包回家了，做的牙齿不能吃哦。乳酸菌片呢，你知道吗？他也知道，因为他肠胃很差嘛，整个部门的人都知道，人尽皆知的事情哦。你对这个口腔医院那天来这里干什么？那天中午我跟他去了诊所隔壁的徐家饭店吃饭，下午呢我们就去了公司哦。哦，你认识这个牙科医生吗？去洗过一次牙，不过自从上个月29号，傅一鸣说这个诊所给他做了牙冠坏了，就再也没去过了。当时我以为傅一鸣在开玩笑，因为牙冠这种东西通常是非常坚硬的。但是当天下午他就去找这个牙医了，牙冠坏了可能会有冲突哦。我们来看一下5月29号是吧？调查一下监控哦。我就知道你小子没说实话。监控显示当天傅一鸣来到诊所，两个人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听起来就是跟牙冠有关系哦。这边呢又出现了一个关键词牙冠。真的有，来，你小子，哦，这边出现了很多信息，那到后面呢，这个信息呢会越来越乱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稍微标记一下了。像这个牙医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标成绿色的啊，这个收据呢也是他的，然后迟帅的话，我们这里就可以给它再标记成其他颜色的哦，像这个紫色的麻薯球是他的哦，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不然会很乱的。傅一鸣也没有颜色了，你就这样子好了，案件信息也是你的，乳酸菌片也是你的。亚硝酸盐就不知道是谁的，等一下再说啊。然后来看一下关于牙冠的信息哦。牙冠呢又称牙套，反正就是修补牙齿用的，人造牙冠就是套在牙齿上面哦。但是做完之后呢，5个小时不能吃食物，只能吃一些流食。来听一下这个牙医怎么说。我真是倒了大霉了，遇到这个人哦。那个牙冠呢，并不是说质量问题啊，是因为傅一鸣吃那些比较坚硬的啊，像什么坚果啊那些啊，把它搞坏了哦。医生呢不同意给他换哦。
但是傅一鸣就威胁他说，不换的话我就让你诊所开不下去哦。因为他是有前科的，所以医生也妥协了。他之前就是把一家店给他搞倒闭了嘛，所以医生也害怕，就只收了他500块钱了事哦。然后自己人呢也亏了2000块钱啊，生活本来就不好啊，这下更加雪上加霜了。石帅，你知道牙冠的事情吗？傅一鸣说吃坚果的时候砰的一声哦，出现了裂痕，所以是傅一鸣自己的原因了，太用力了。那这里这个叫什么？他的动机就出现了，因为牙冠的事情呢，他有可能就是怀恨在心给他杀了。我们搜查一下他家看一下，找出了几袋粉圆，然后呢还找到了一些奇怪的照片，并且呢还找到了一些棉球，这里其实都是关键信息哦。还有亚硝酸盐，你小子怎么解释啊？毒你都有。我们先来一个个看哦，就是这个粉圆，粉圆呢就是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啦。就是半成品哦，用开水烧开泡一下就估计就行的那种。我以前也做过，在家里做。不过呢，大部分都是木薯粉做的，但是这个呢，反而是用玉米淀粉做的。那根据牙医说的呢，是隔壁徐家师傅的，但是在装修的时候就把多余东西放在他家了。6月5日那天呢，他给他送回去了一下。这个徐家师傅我们还没有看过，等一下这些信息呢是给串联起来的。总之这些东西不是他的，而且他说很难消化，他从来不吃。这个可以先放在一边先，因为它是玉米淀粉哦，所以实际上也没啥用。不是木薯粉做的。然后你家的照片是怎么回事呢？搜出来呢？这好像是跟那个大的案件啊，整个游戏的那种大剧情线好像是有关系的。一个女警察，就是她的上一任啊，这个是什么太阳神啊，什么信太阳神得永生啊，巴拉巴拉的。不管它了，一边去啊。然后看一下这个棉球，棉球呢就是牙齿做的时候要咬在牙齿那边止血用的，而且这个呢还是新型的，可降解，20分钟就可以完全降解啊，对人体无毒无害。石帅呢也说，傅一鸣做完牙冠之后呢，嘴里面就有这种棉球了，但是这种棉球用这种棉球杀人好像不太现实，20分钟就会降解掉嘛。他死亡时间呢对不上啊，亚硝酸盐，你家里为什么有这种东西？也是隔壁餐馆，好家伙，那我不得不去隔壁餐馆看一下了。虽然他家里面有很多东西啊，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证据哦，先放过他。这个呢，都给他放一边先啊，都给他标记起来吧。棉球呢也是他的。对了，隔壁餐馆的信息我们还没有搞出来哦。傅一鸣这里有吗？在这里啊。他说跟他去了隔壁餐馆去吃饭哦，叫做徐家师傅。来搜索一下，有了啊。各种信息呢都指向了徐家师傅哦，我们再去问一下啊。老板叫做陈祥坤，他家的最大特色呢就是自助珍珠奶茶，而且呢傅一鸣刚好做了牙齿不能吃东西啊，所以就喝了一杯珍珠奶茶。问一下陈祥坤，牙医倒是认识这个人，说他挺豪爽的，不拘小节哦，就是没有分寸感。装修的时候呢，老是把东西堆到他店里啊。不过偶然间发现他用一个风韵犹存的女性账号在跟别人网聊，好家伙，什么特殊的癖好啊你啊？风韵犹存特殊癖好可以搜索吗？不行啊，风韵犹存。哦，我突然想起刚才是不是有个聊天记录啊？我们来搜搜看一下啊。风韵犹存，真的有啊。风韵犹存说 Hello 帅哥，傅一鸣说上自拍，风韵犹存发了一张照片，不过看不到。傅一鸣说已拉黑再见。笑死了。风韵犹存是不是有什么那个啊特殊癖好啊你啊？有点好笑啊，这个先丢一边哦。我们来看一下他有什么那个，因为打架被开除，社会上闯荡，所以开了餐馆。徐家师傅呢是他第2家餐厅了。来看一下他这家店吧，你怎么说呢？你姓陈，为什么叫徐家师傅？因为他老婆姓徐哦，他很爱他老婆。前段时间有个人一瘸一拐的来到店里跟我说，我老婆在吸食违禁品，我没搭理他，哪怕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也不会对老婆变心的。好家伙，这么爱吗？微白口腔诊所有什么信息吗？陈祥坤，你知道傅一鸣去看过牙齿吗？这我还真不知道啊。不知道算了。这个叫什么？珍珠是你的吗？这个珍珠呢是他的哦，通常是用木薯粉做的，但是它这个呢是调制过的玉米淀粉。但是案件描述里面呢，这里是死者是食用了这个木薯淀粉哦，所以有可能不是这个珍珠哦。但是从这边我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6月5号那天呢，他店里面的这个珍珠呢是没有了，因为他放在他店里哦，所以他给他送过去了。然后他也说呢，这边是没有了，那天店里没有珍珠了。这估计也是一个有用的信息哦，我们先放着。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徐家师傅的监控看看啊。等一下，这个迟帅说当时在徐家师傅喝了杯珍珠奶茶，而且呢东西还落他店铺里了。这个我们刚才倒是没有注意哦。总之不管怎么样，先看一下监控吧。监控显示，迟帅跟傅一鸣来到了徐家师傅之后，迟帅制作了一杯奶茶给了傅一鸣，后来又来了一个女人坐他们2个边上，傅一鸣呢就将奶茶分成了3份，3个人喝了起来。在11点30分的时候呢，
那个牙医也来了，牙医呢就是给他送这个珍珠的哦，他没有珍珠了嘛，我们之前看过了。然后呢跟陈祥坤低语了几句，陈祥坤就把傅一鸣3个人赶走了。经调查，为什么赶走啊？不过经调查，这个女人呢也是傅一鸣的同事，名叫张欣怡，又出来一个新的人啊。来看一下张欣怡啊。不过徐家食府这里看一下他怎么说啊？为什么低语几句呢？牙医说是看到池帅制作珍珠奶茶时，偷偷摸摸的溜进后厨，从兜里掏出什么。我担心陈老板被坑，就把他赶走了。陈老板看到他们当中还有傅一鸣，就把他们赶出去了。他跟傅一鸣之前有些过节。哎，等一下，之前好像有什么线索遗漏了。这里池帅也有点事情，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哦。他说跑到后厨，但是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但是这个徐家食府啊，这边有出现一个关键词哦，陈家食府。那我们之前在询问这个牙冠的时候呢，这个牙医也说，之前有一家餐厅叫做陈家大院，被他搞倒闭了。他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害怕，他也来搞他嘛，所以没办法就给他做了，亏本了。这陈家大院，我来搜索一下，真的有哎。来哦，陈家大院好多哦，就是陈家大院这里呢，傅一鸣之前带了一只宠物鸭过来啊，而且喝奶茶喝出了一个食指，把牙齿割坏了，他就要老板赔偿，老板认为材料没有问题哦，就针制的过程当中呢，宠物鸭消失了，傅一鸣认为是老板偷走了，然后向各个部门举报啊，隔三差五来检查呀，老板就一气之下把他给打了哦，打了之后呢，傅一鸣就报警，老板被关了7天，更过分的是，傅一鸣还把被打的事情发布在网上造谣，逐渐的这家店就是人越来越少，就关闭了。原来如此啊！哦，陈家大院也是这个饭店老板的杀人动机是吧？傅一鸣之前搞他，导致他亏了40万哎，他老婆还要跟他离婚，家破人亡啊！还好他便宜的租下了这家19年发生过命案的这个店铺，不然连饭都吃不上了。池帅怎么说呢？池帅说丢鸭子的时候，傅一鸣还找网上的大师算过了，大师说就是那个老板偷的，还做成了鸭血粉丝汤，所以就跟他结仇了。我先去你家查一下啊，你这个陈家大院肯定是那个嘛，你的杀人动机哦，真的是哎。在他家搜索出了阿普吗啡，阿普吗啡是他老婆那个嘛？他老婆不是吸食违禁品吗？等一下啊，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个注射器，不过是全新的，没有用过倒是。还发现了大量的亚硝酸盐，哎，你家也有啊？怎么每个人家里都有啊？还有发现了一个吊坠哦。来看看他怎么解释啊。先来看一下阿普吗啡，阿普吗啡是什么？毒药吗？一定被人投毒了，一定是傅一鸣干的，这种人真该死啊！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阿普吗啡是一种催吐的哦，味甜。与多巴胺相似，反正就是催吐的东西哦。然后注射器呢？注射器呢是这个牙医给他的，他也送过一些给别人哦。陈祥坤为什么呢要这个注射器？他的解释是因为要做一些菜哦。不过确实有一些菜需要用到注射器了。然后亚硝酸盐你怎么解释呢？他也是说制作食物用的，不过这不是工业用机吗？随便谁都可以用吗？但是也说得过去哦。反正没有找到证据之前呢，我们都先看看啊。哎，吊坠，池帅说他之前在这个饭店里面掉了个东西哦，就是这个吊坠丢在这里了吧？上面写着张丽丽哦，就是张欣怡哎，就这个张欣怡，张欣怡我们还没有看过，哇，又对，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了，到后面。总之这个张欣怡呢家境不好，他现在呢也是跟他们一个公司哦，不过呢池帅呢有暗中帮忙，说明他们俩之间可能有点关系哦。我们一个个来看吧，先看一下吊坠的事情哦。大致看了一下哦，简单的说呢，张丽丽就是张欣怡的本名哦，她可能觉得太土了不好听，想换一个，就换了这个张欣怡，而且她这边还有个网名叫做欣怡哎，等一下可以看一下聊天记录哦。他们以前呢是有交往过的，跟这个池帅，不过毕业之后呢，他就跟了一个有钱人哦，他当时无法接受就吵了一架，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张欣怡联系到他，澄清了跟有钱人交往是谣言哦，所以他想再续前缘，就想方设法呢让他进入了黑袍公司啊。为了让他重视，也一直带着这个吊坠。那你吊坠为什么会丢了呢？臭小子啊！陈祥坤怎么说呢？不是我的，后厨捡的，行吧。张欣怡怎么说呢？确实是真的。来到黑袍公司之后，池帅也对他照顾有加，很感动。我想跟他再续前缘。好吧，哎呀，完了，调查在哪里？我又忘记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张欣怡对这个傅一鸣的看法吧。6月5号，他叫我去公司加班，下午我胃突然不舒服，就提前回家了。胃突然不舒服，就会让我联想到这个阿普吗啡，就催吐的东西哦，有可能是有一些关联的。我们先放着先啊。然后你对池帅的看法怎么样呢？池帅人很好，在学校就很照顾他，而且还谈过恋爱哦。哦，行吧。麻薯球呢？麻薯球也有吗？周日那天中午，我们没有吃东西就去公司加班了。由于池帅的家离公司比较近，就回家拿了2盒亲自制作的麻薯球，其中1盒简单包装，我和池帅吃的味道还行。就是麻薯球的表面太甜了，哎，他吃完就肠胃不舒服了，是不是啊？
估计是谈判多了哦。另外一盒精美包装就送给了副经理哦，他还很鄙视这种行为。但是后来呢，就有点不舒服，就回家了。迟帅看我不舒服，还亲自送我回去。哎，等一下，有东西哦，有东西哦，其他不用看，这个玩意催吐的胃甜。张馨予又说这个麻薯球太甜了，而且吃完之后呢，胃就不舒服了。他们两个就回家了。为什么呢？迟帅要在这上面给他下这个玩意呢？暂时还不知道。我们先看一下徐家师傅这边吧。张馨予怎么说呢？这个副经理职场霸凌，不是他加班，还叫他过来轮班哦，他没有办法拒绝。这边其他事情差不多，但是有个事情就是说，他将手中的奶茶均分给我们喝了。哦，我知道了，兄弟们，我来揣测一下啊。迟帅呢，奶茶是他做的，我们之前是有看到的。那个医生说这个迟帅在做奶茶嘛，因为是自助的哦，然后他就给这个傅一鸣下毒，但是傅一鸣呢又把这个奶茶均分给了他们喝，给他分了。张馨予呢也吃了这个有毒的东西哦，所以迟帅就赶紧回家整了这个麻薯球，就而且还在上面放了那个催吐的东西，这玩意。然后吃完之后呢，他们两个就吐了，回家了，把那个毒药吐出来，所以只有那个傅一鸣死了。不过没有找他的动机倒是，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了。这边信息都看过了是吧？就是他还没有动机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是不是因为他好色啊？哦，这边有网名，等一下我忘记了，看一下啊，看一下聊天记录，哎，说不定有东西啊。风韵犹存。看到这风韵还真的有哎。傅一鸣说逼哥要求添加的东西添加进去了吗？静怡说是指总结报告是吧？总结报告，哎呦哎，等一下再看啊。6月1号、20号有个客户组了个饭局，你和我去应酬一下。静怡说副经理上次应酬你应该也看出来了，我实在不擅长这些。傅一鸣说就是喝点酒而已啊，不用太过担心。上次在华城宾馆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好好考虑考虑吧，你最好考虑清楚。然后傅一鸣就叫他来加班啊干嘛的？哇，职场霸凌啊，华城宾馆。总结报告先看一下啊，这个太长了，应该跟这次案件没有关系啊，什么邪教啊、黑袍公司啊等等一些东西啊，先不看啊。华城宾馆有东西，哎呀，傅一鸣把心仪灌醉了，带到宾馆去了，但是这个迟帅刚好下班看到了，所以就把傅一鸣给解救出来了。第二天，心仪酒醒后就哭诉了一整天，他还告诉我，傅一鸣之前就对他做过这种事情，甚至还得手了。别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他有杀人动机了。张馨予怎么说呢？哇，真的是哎。他就是想那个把他带宾馆去，会给他更好的待遇啊，否则会辞退他等等之类的哦。这个傅一鸣确实不是什么好人啊。那迟帅你他很有动机啊，而且根据我之前的推测，他好像是有点那个，有可能哦。不过怎么操作的呢？他真的是有动机啊。发现了一个针头含有木薯粉跟亚硝酸盐的注射器，就是他。还发现了一些催吐的东西啊，就是他。别说了，注射器你怎么解释呢，兄弟？他也是说喜欢下厨啊干嘛的，还说至于里面的木薯粉是他制作美食的时候粘上去的，这很正常。亚硝酸盐这玩意太常见了，这么常见吗？一克就能置人于死地啊？那你这个催吐的怎么解释啊？我说实话吧，这些阿普吗啡是傅一鸣给我的，他让我把这些药片碾碎。哦，他又要陷害那个啊，陷害这家饭店，这家饭店太惨了吧，要被他搞死啊！已经搞一家了，他还要就是投毒啊。我们去看一下他的聊天记录哦，迟来的帅真的有哎，他就是指使迟帅去投毒，用给张馨予加薪的事情来那个来要挟他。那大家都有所解释啊，可是这边张馨予也是有杀人动机的，不过我倒是没有往他身上怀疑，他相当于是一个受害者。不过这个华城宾馆的事情呢，确实有那个是吧？哎有哎，搜查他家了，在地上发现了一堆呕吐物，还找到了一封信，看一下信哦，是遗书吗？说不定杀人之后那个信上有个警字，是一个戴口罩的女警察给了他。这关系到大案件哦，整体的那个我们就不用看了，跟这次案件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下一个那个案件的编号有了0707，不过我们现在不用看啊，完犊子的线索断了。这大家都有动机，想不出来了，我们求助一下吧。这边是可以求助的哦，我们现在是有100分，当然你求助之后呢，你分数就变低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迟帅线索中包含了新线索，侦探系统，侦探系统也真的有啊。哦，大家对侦探系统的一些看法是吧？还有一个网站，不过这个要在外部打开啊，真的是可以打开的，我这个网站，输入身份 ID 就可以查看信息哦。不过我们这边先不看了。张馨予这边有说井号加数值可以搜索出一些东西，搜索一下看看，真的有哎，数据统计哦，一些核心线索啊等等之类的。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啊，跟这个案件线索没有关系啊。再来问他一下看看，徐家师傅包含了珍珠奶茶，珍珠奶茶怎么啦？珍珠奶茶不就珍珠奶茶吗？就大家对珍珠奶茶的看法，牙医不喜欢吃嘛，说消化不好，口感也不好。哦，这边有说傅一鸣很喜欢喝珍珠奶茶，但是他经常会直接吞下去哦。
而且他当天呢又是那种做过牙齿的状态，不能嚼，所以只能吞，所以就可以把珍珠，不对啊，当时那个店里面没有珍珠啊，而且他店里的珍珠是玉米淀粉做的。我知道了，迟帅自己做的珍珠带过去的，可是这边都没有说珍珠，那当时喝的奶茶有没有珍珠？迟帅确实会做珍珠，你看这边有说风韵犹存，还是得求助一下。后面真的是线索越来越难找了。张欣怡的呕吐物，呕吐物哦，我们要检测一下他呕吐物里面到底有没有毒。哎呀，推测了半天，如果有毒，就是跟我们刚才推测差不多是吧？真的有发现了几颗未消化的粉圆，真的是，而且是木薯粉做的，每个粉圆上面呢还有个小孔，里面包含高浓度的亚硝酸盐。别说了，就是迟帅啊！发布报告时正确的回答核心问题，在他这里可以发布报告，然后我们把这些核心问题给他放进去死者是谁？死者是谁呀？死者傅一鸣，凶手迟帅，凶手的动机是什么？华城宾馆，凶手将亚硝酸盐放到什么里面了？放到了粉圆里面。粉圆还有点信息吗？我们回去看一下张欣怡对粉圆的那个这边就有说，当时喝的奶茶里面是有粉圆是吧？这家店的粉圆比较小，伴随着奶茶冲了下去，肯定就是迟帅了，不用说了，他们店当时没有粉圆有2个人可以证明也有可能他们2个人合谋。怎么退出了？指认凶手的证据是什么？针头啊，那个粉圆上面也有一点针头嘛，有个小孔嘛，注射器张欣怡如何食入阿普吗啡？呕吐物这个麻薯球，呕吐物的粉圆是谁制作的？肯定是迟帅啊！我跟你说，开饭店谁会自己做珍珠啊？不可能的，肯定买半成品嘛，除非那些美食爱好者提交报告直接。错了吗？成功了！来看一下案情陈述。真的故意杀人罪他长得有点像我表哥，小心一点，我表哥。反正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嘛，侵犯了张欣怡他说刚好路过，我怀疑他不是刚好路过那个宾馆，就跟在他后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然后就起了杀意嘛，所以一直筹备着直到有一天，这个傅一鸣呢叫他去投毒，他意识到机会来了，而且呢他也知道他当时就做牙齿不能嚼东西然后就做了那个珍珠给他投放进去了而且他肠胃不好呢，消化不掉刚好可以拖延他死亡的时间，到晚上的时候呢吃下那个益生菌之后然后就消化掉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会把奶茶分给他们3个喝所以呢他就立即回家拿了麻薯球，并且放了催吐的东西给他们都吐出来了。总体还算顺利只不过是被识破了。其实杀害傅一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侦探 1.0 的时候呢，他也第一时间使用了，与其他人一样是临时入侵的系统。这个我不太了解，跟第一部的剧情是有关系的总之呢，他是加入了那些组织，然后被选成了新的代理人。他的第一个任务呢，就是杀死傅一鸣。好家伙！案后询问，你会做粉圆吗？我不会做。陈祥坤呢？我不用木薯粉做，他是用玉米粉做。我觉得开饭店肯定用半成品了，谁会浪费时间？但是就是有些也会了。迟帅看一下也是有一些信息了，不过这边不看了你第一次被傅一鸣侵犯，为什么不报警？请你们警方不要造谣好吗？傅一鸣没有侵犯过我。这个这么说呢，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纪录片就大部分呢是不会承认的不是我在这边造谣就他这里有说的你看他之前哭诉嘛，就是说甚至还得手了，是吧？不知道怎么说好。不过案件里面我师傅应该有挺多东西没有发觉到吧，我觉得他老婆可能真的会吸毒那些东西都没有，还有一些线索没有搞出来。虽然说凶手已经找出来了黑袍科技我刚才没搞，黑袍科技这里面有那个是最大的网络科技公司包括这个侦探系统呢也是他们主导开发的。可以输入员工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个网名叫逼哥别认真哇，这后面线索越来越多了。张欣怡看一下，有他员工的编号 HR 的评语是隐忍女人最危险。傅一鸣呢 HR 的评语是技术高超，为人正直HR 肯定收钱了，人家各种就是风评都不好，而且还走后门。技术高超你指的是什么真的？迟帅看一下有点帅但不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逼哥别认真聊天记录搜索一下看看你的网名为什么叫烧胖傅一鸣说他以前有点胖我们来搜索一下，没有查到相关信息。行吧，系统即将要上线了，我亲自准备的致谢内容你添加进去了吗？放心逼哥，只要搜索致谢就能查出来其他倒是没有说什么了。致谢真的有还有语音你好，非常感谢你使用侦探系统，正是有很多像你一样的使用者，侦探系统这个项目才能延续下来。为了向你们表达谢意，我特意在系统中制作了一面致谢墙，并将部分用户的名字加入了进去。
不过有人告诉我，有其他势力也在尝试获取你们的信息，所以我并没有将致谢墙直接展示出来。我跟那个人聊过后，我觉得他是值得信任的，于是将查看致谢墙的方法告诉了他。他是一位保险销售员，如果你有他的联系方式的话，可以问问他如何查看致谢墙。保险销售员，我们得找到那个人。不过这信息有问题，有滴滴滴哎，可能是什么模式密码？我们再听一下。你好，非常感谢你使用侦探系统，正是有很多像你一样的使用者，侦探系统这个项目才能延续下来。这边可以笔记为了向你们表达谢意，我特意在系统中制作了一面致谢墙，并将部分用户的名字加入了进去。不过有人告诉我，有其他势力也在尝试获取你们的信息，所以我并没有将致谢墙直接展示出来。我跟那个人聊过后，我觉得他是值得信任的，于是将查看致谢墙的方法告诉了他。他是一位保险销售员，如果你有他的联系方式的话，可以问问他如何查看致谢墙。找个密码本去，3短3长 SOS， 好家伙，完犊子了！这边还有个阴谋呢，逼哥没了。这应该是串联到大的故事线当中的，这个能跟我们后续的案件有关。刚才也得到了一个另外案件，叫是0707，而且这里面呢应该有挺多线索，咱们是没有找到的。这里有一些笔记，我们可以在这边记录一些东西啊，我都没有用啊，好多东西哦。而且他这边有说这个黑袍科技的公众号，如果你这边有个考核，你可以输入这个答案啊。这个公众号应该也是那个类似于彩蛋一样的东西，包括我们刚才打开的网站啊，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就是搜索一下刚才那个人员 ID。总之内容还是很多啦，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探索。你就算不完全把线索找出来也是可以的，但是核心线索这边他说已经找齐了。核心线索找齐就可以破案，但是有一些隐藏的内容呢，需要我们慢慢去探索，好像有挺多彩蛋之类的。那不过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哦。我看一下，就是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一个案件嘛？可以啊。哎，新的来了，0707，来检索一下。新案件啊，西花路石头案件描述：有个人散步的时候，发现有人倒在地上，头上有血迹，于是就报警了。但是已经死了。这个死者呢叫刘鹏，死亡原因头部撞击石头，失血过多而死。死亡时间呢大概7号上午5点半左右。死者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和淤血，那肯定是谋杀呀。看一下刘鹏，不过我们就稍微看一下，是一个早餐店的，没有可疑的东西啊，后面难度会变得更高。那行吧，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吧。大家可以去自己试一下啊，因为文字内容呢有很多，如果不断的去叙述去那个的话，可能会显得非常的催眠哦。所以呢，我这边就说的非常简洁了。但是这里面剧情线的一些穿插呢，包括找线索的过程呢，还是非常有趣的，大家可以试试看。那行吧，那我们今天视频呢就先到这里吧。那这里是福尔摩西，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